歡迎來到少主力的魔玩頻道。我們今天再來玩老勇者 MP B 系列的這一款凱撒龍神。當時其實就有這個變成飛機，讓凱撒站在上邊作為一個座駕的這麼一種形式啊。20多年的老玩具了，也是曾經的那個用料材質，依舊是那麼的扎實啊，料子非常的好，很光滑，很潤澤。飛機的形態其實尺寸來說還是挺大的，到机頭的部分在31公分左右，可以看到也是一个力大专飞的造型。前方的小透明駕駛艙里邊有银漆刻畫的座位細節，我們可以把翅膀合起来。機頭這裡可以翻出個掛扣，這裡是2層啊，把鈎子折進去，這一塊折下來。前方的這個凸點呢，就可以把凱撒的小車 EX 凱撒拖在這裡，當成飛機的拖車去行動。這一款其實別看個頭大，整體的分量並沒有凱撒的本體那麼的重，畢竟是作為一個配件包 DLC 的形式啊。輪子起落架這一塊的輪子都是合金的材質，都是可以滾動的。變形我們就直接把起落架翻轉收進去，打開翅膀，順着這個縫隙掀開蓋子，把輪子折進去。下一步把整個飛船立起來，拳頭直接一個滑槽給它頂出來，側面的這個臂炮往出稍微的拉一截，旋轉180度再按回去，注意只轉外側啊，裡邊這個桿是不轉的。機頭這裡順着上方的艙蓋先給它打開，打開一點點縫隙就行了，大概30度左右，然後掰開裡邊的插扣，翻轉。注意這2塊天線的位置，這個尖兒變度的，別崴到了。機頭翻下來扣合，這個蓋再合上。大胸板180度翻折扣上來，側面的2個尖兒折過來頂到頭，然後有一個向上滑動，露出來龍眼睛。還有一個細節，現在頭雕是黑眼的狀態，撥着後方的一個小開關，嘚兒。將眼睛點亮，襠部的前裙甲順着這裡邊雙關節拉起來，給它鎖上。腿部左右分開，武器是一把金色的大弓，拉出握把。最後還有個小細節，不要忘，腿板這裡180度露出膝蓋的塗裝面。拿出箭桿兒，給它搭在手上。好 ，MPB 的這款凱撒龍神我們就變形完成了。過程單體的變形還是非常簡單的，造型上面來說胖墩墩的感覺，而且拿起來啊，其實晃裡晃蕩的。膝蓋這一塊因為是一個側面的單方向連接軸，腿部中間是空的，再加上巨大的合金腳丫子，只是前方這裡有一個軸，所以呢。空空的身體站立起來晃晃悠悠的，這一款龍神，哎，單體看起來做的是真不咋地，但最起碼樣子做的還是挺漂亮的。眼睛這一塊可以翻出的小細節做的也是很用心的。當然，這一款也是可以跟小車合體的。肚子這裡同樣拆開肩膀的扣子，把前胸板翻起來，腿部這裡脫開，大腿張開。這個裡邊的空間也是可以把 EX 凱撒裝載進去的，但是這一套的主要玩點還是給凱撒作為一套合體的馬甲。首先拆分第一步，我們把2個臂炮通過這個無損的扣點給它拔下來，然後整個的機頭順着後背撬開，脖子這裡整個拔除，機頭位置掀開這個蓋子，把裡邊合體凱撒的大腦袋給它揪出來。後方這個片兒往下放，再把龍神的頭收進去，藏好。下一步順着背包這裡把胸甲摳下來，頭頂這塊邊緣折動翻平，側面的裙甲球形關節它翻出。2個臂炮根部這裡還是有伸縮的卡槽的，把它滑上去頂住。肩膀這裡的咬扣脫開，整個前胸板打開。然後順着後方的腰部這裡拖出，上下半身分離。胸口的這一塊零件，我們把它拆下來。配件裡邊胸甲有2個，一個是可以一體折疊變形的，還有一個是整體的造型。下一步，我们把胸板整個展開，2個胳膊90度折起來，拳頭給它縮進去，卡住。
順着中間一分2半，注意這個地方是一個滑扣，把裡邊的胳膊合體的部分折疊放下來，拳头滑出，旋轉個180度。裡邊有一個擋肉的片儿，翻出來，下方的扣子90度打橫，上方肩胛的位置從這裡邊頂一下，可以翻折起来，把這一塊旋轉過來。這塊其實是很容易掉的，這是一個插扣，把它插到這一面來。雙腿順着襠部這裡的插扣給它打開，腿部的合體準備工作，翻到後邊來，從側面這裡打開這一塊大的蓋板。腳尖先往前折疊，胯部的这里啊，这儿根部有一个双段的齒轮關節，我們先把這一塊的根部拉起來，向下翻轉，然後前裙甲這裡掰開，往上貼，這一塊往後折，壓到一個最小的幅度，這裡的關節再盡量的往內搓動，搓到頭，放下來緊貼。邊緣這裡有一個連接的咬扣，90度給它翻平，完全貼合到頭的效果呢，就剛好這一塊的造型和腳底下的這個凹槽併合起來就可以了。先不要合蓋，掏出凱撒本體的準備工作，頭部這裡直接拔下去，露出球形關節，胳膊旋轉過來，然後雙關節往上疊，疊過來，拳頭壓進去。然後這塊腳放下來，差不多變成這樣就可以了。兩個腳尖往回扣合，頂着裡邊黑色零件的彈簧片翻進去它。背包這裡打開，繼續回到車型那個壓扁的造型，把它凹進去。然後翅膀順着中間的聯動，把它擺成下的 V 字形。肩膀扣合這裡注意有一個凸字形的卡槽，對應這一塊裡邊的形狀，我們把它從上往下扣進去。後邊的這一片蓋下來，注意這一塊的棍子捅到這個螺絲孔裡面。肩膀完全夾住，再把這一塊往後翻。兩邊的這個炮，其實我們可以把這一塊折一下，騰出更多的空間。拿出龍神的臂炮，注意左右的方向啊，這個地方是有扣點的。下方兩個方樁對應這個凹槽，給它嵌在外側，堵住窟窿。腿部嵌合是直接放進去就行啊。這個位置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卡點，就是靠這樣的形狀咬合在一起，然後用外側的這塊腿甲包過來鎖上。倒是還挺結實的，掉不下來。機頭翻開，中間這裡有一個掛鈎，順着後背邊緣這兒有一個凹槽，給它掛上，完全拉平。上方這裡的鈎子給它掛上。合體的大頭，兩個龍犄角可以稍微的翹起來。口罩上面是這種鷹鈎鼻子的面罩啊，如果你覺得不喜歡呢，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中間的這個帥氣人臉，把它摘了就行。然後順着球形關節給它換上。鬃毛大胸甲在安插的時候注意啊，別把獅子臉頂進去了，完全把獅臉拉出來的時候，頭頂這裡是有一個凹槽的。我們順着上方的這個洞給它勾上去，然後再用腰部的這一塊棍子插好。最後掏出合體巨劍的巨刃，我的天哪，一把超長的電鍍大寶劍。不僅劍刃很長，它的握把也是雙手握持的，給它怼咕進去。吼吼吼吼！但是吧，有一點是挺可惜的，雖然這個巨劍是為了還原動畫片裡邊的造型，但是呢，老的凱撒玩具啊，卸下來龍王的這個胸甲是可以跟這樣扣在劍上邊，當成劍的護手的，對吧？這個 MPB 竟然沒有做啊！真的，如果這個地方加兩個插孔，或者說你做一個可以卸下的後蓋，它有兩個胸甲嘛，對吧？你前後跟這樣扣一下，這不造型也挺好看的嗎？沒做啊！標誌性的大張正己一刀流就可以安排上了。哎，又忘了一點啊，合體形態下這個腿板翻起來，
也是礙於年代的技術力限制啊，這套組合完以後，可動性上邊來說就不要想了，非常尷尬。而且龍神的2個胸甲搭了在後邊，雖然說可以當做流蘇披風，金灿灿的電鍍挺好看的，但是沒有完全收納起來，多少有一些礙眼。可畢竟作為一款20多年前的產品，美型這一塊我覺得是過關的，頭雕做的非常帥氣，胸口電鍍的零件這種亮閃閃的感覺也是極其耀眼的。哇，這個臉做的真好看。但是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分析，本体的这一款凯撒，我個人覺得做的是相當滿意的。可是後續的龍神配件包，我覺得就有一點狗尾續貂的元素在裡邊，它是為了強行給凱撒加一套 DLC， 先把組合形態設計好，後續再想着怎麼去湊一個飛機或者單體的人形，所以最後龍神的完成效果單體方面真的不是很理想。再加上合體很多零件其實也沒有完全的隱藏收納起來，一些掛扣的位置啊，淺淺的只是輕輕掛上去的，非常的容易掉下來。再有，雖然還原了動畫裡邊的合體變形結構，但是鎖死了一些很重要的可動位置。勇者系列從0號勇者的史達開始奠定了這種套娃套娃的結構，到了勇者凱撒第一部勇者正傳系列的時候，也確實的把這種元素發揚光大。美型這一塊，我個人感覺還是說得過去的，但是後來可能也是因為龍神這一款做的實在不咋地啊，所以賣的不好，也就做的少了，價格就變高了，價格高了反而大家覺得更有收藏價值了。所以呢，你說這收藏啊，這個升值什麼的，就是個事兒，也就當一個樂呵就得了。有的時候漲價貴的玩具不一定是好玩具，只能代表它的存世量低，市面上比較稀有吧。正好原先我還收到了這個老版 D 叉玩具的龍鬼啊，放在一起搭配起來也算是有個死對頭了。其實我有考慮過收老 D 叉的凱撒，但是你說實話，那個老凱撒那樣子更不像話，就是一個大方塊。相對來說啊，D 叉的老玩具我還是更喜歡凱撒之後的勇者主角機。哎，我又漏了點事兒啊，這個腳底下這還可以頂起來一個邊兒，就是區分龍神形態和合體形態的腳丫子。其實這也是小林紅點的一大特色啊，他很喜歡在這種細小的位置去做一些文章，來展示出產品的精緻感。那麼20多年前的大師級老玩具回顧就是這樣，稍後我們來看看跨越了這麼多年新的產品做得如何呢？